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人少年》，我是你的工业好朋友阿仔师。最近我有一个世纪大发现，就是轮胎竟然会吃掉你的汽油，也就是说，不同的轮胎它的油耗竟然会完全不一样。轮胎是汽油？没错，这也是关系到全台湾通勤的好朋友，还有所有的汽车老板、司机们的一个重大研究发现。所以你看，台湾通勤第一品牌，通勤有没有？通勤。这一集呢是继之前重机啊，还有我们在讲一些企业硬碟啊，然后我所看到的技术报告里面发现的。因为我自己有一间公司是专门在帮很多生产业、制造业跟很多公司工厂做顾问，所以呢，如何让他们用一样的工厂、一样的人力、一样的车子，能够赚到公司最多的钱啊，这就是我个人的专业。那你以为我劳力士怎么买来的啊？从小学工业，工业的知识会让你赚到很多钱。来啊，你给镜头看啊，看仔细哪一只啊？不是我跟你讲，很多东西就是莫名其妙你就把钱花掉了。就像平常你以为你勤俭持家，那结果呢，你平常的很多消耗的花费其实都是没必要的。所以这集也是我在帮人家做顾问报告的时候，里面我很认真的研读许多技术报告，然后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既然轮胎它会吃掉你公司的汽油，因为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有的时候会建议人家改变生产线嘛，有时候会建议人家改变设备嘛，甚至会发现他们平常的消耗耗损会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了一个 ARTC 的报告。什么叫 ARTC 呢？也就是财团法人车辆研究测试中心。你也可以把它想车测中心。而 ARTC 呢，它同时又引用了国际能源署的资料，然后去做了一个实验跟测试跟报告。然后我就发现，这边可以省钱。而这个资讯呢，我觉得平常一般的人，你只要有开车的人，你都可以重新去了解定义一下，就是原来有这回事，而这个原理是真的存在的，不是业务嘴跟你随便乱讲，或者是很像什么添加什么汽油精啊，然后你的什么车子可以跑更远啊，就是这种感觉的东西，而是经过大量的数据测试出来的结果，竟然会吃掉你多余的汽油，想不到吧？真的没想到，没想到就可以有劳力士。真的、啊，不用，真的，你就是这样存来的，你知道吗？真的，我说了，你不要求在唬烂，我说的是真的。来，我来一一讲给大家听。我问你们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好比说，我先告诉大家了，我选错轮胎，既然会增加油耗，那请问你要选硬的轮胎还是软的轮胎？不会偷懒的轮胎。硬的。原理是什么？你在骑脚踏车骑软的轮胎，因为很耗力。哦，对。所以你认为，因为软的轮胎摩擦力比较大，所以接触地面的比较多，所以它比较耗油吗？是。那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轮胎很硬，是不是它在旋转的时候不能把力量完全传到地面上，所以你车子的移动效率就会降低？车子油耗请问怎么算？1公升我能够跑几公里嘛，对不对？所以大家都会讲说，这个车子多省油，因为我1公升可以跑15公里，它的1公升只能跑10公里。有些就是加上什么电动的、加汽油的，加1公升可以跑到10几20公里。所以我们大家讲的油耗，就是说1公升的汽油你能够跑几公里这件事。如果今天轮胎很硬，它传导的力量就少啦，抓地力变少啦，那为什么它会变成是省油嘞？那我觉得是软的。你觉得是软的是不是？那我问你软的轮胎，当它摩擦力很大的时候，它接触地面很多，它加速力变快的时候，它的磨耗也很快，它所产生的功就会多。既然产生的功多，按照质量守恒定律，它应该来说会消耗更多的功，会浪费更多汽油才对。各位观众朋友，你是不是有一样的困扰呢？所以我在看这个技术报告的时候，我就很认真开始研究一件事，我找出了一个定律。原来这个定律叫做滚动阻力。这4个字你可以怎么样白话文的去解释呢？我们如果讲汽车，大家会讲的太复杂，踩大脚、踩油门啊，深度不一样啊，每个人开车的习惯、什么刹车习惯不一样啊，车子上面会太复杂。那我们把滚动阻力这个东西，把它放到一个最简单的结构，就是大家有没有去好事多大卖场，或者是去福利熊福利去买过东西？有吗？你有没有推过推车？有吗？机场推车或者是机场的推车，就是搭飞机的时候机场推车。你在推车的时候呢，为什么一样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出厂年份、同一个时代的推车，有些推起来就特别的顺，有些推起来就特别的难推，推起来就很火大。没错，这边乱转，像机场推车，这是最火大的。为什么？滚动阻力。政府没钱啊。不是政府没钱，对于车子或对于轮胎来说，滚动阻力你可以怎么样想象呢？如果我们撇除掉那些购物车的轮子里面什么被头发卡住啦，或者是什么机械零件被震坏啊，就是单纯的轮子在推动的时候，有些轮子的阻力特别大，有些轮子特别小。那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轮胎变形，就是它轮子上面的橡胶变形。橡胶变形这件事情，你不要觉得很轻松橡胶变形这个东西，就是会造成最大的阻力的最大关系。为什么呢？我们拍过很多赛车类的影片，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种，尤其赛车场那个轮胎，那个全部跑完之后，哇，那个跟万 K 扭吧，就是这样子。轮胎其实你只要在地上推的时候，它都会产生热，有产生热的时候，它都很容易会变形。而这个变形，它如果没有在适当的修整，或者当时的材料选的不好的时候，它热变形越严重，你就会花到越多的力气、越多的功去推它。这个东西不管在机械上、在力学上，然后都会有一样的道理，这就是称为的能量的浪费。放到你的汽车、放在轮胎上的时候，你的油耗就是被轮胎这样子吃掉的。而这个东西它也是有数据的哦，很有趣哦。两位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小汽车？有。当你小汽车把它推过去的时候，它是不是自己会惯性会自己滑动嘛，对不对？这个产生的这些阻力呢，你就可以把它称之为叫轮胎的懒惰系数，懒惰的轮胎。而这个懒惰系数能够到多大呢？根据 ARTC 它的车测中心里面的技术报告显示说，假设一个有变形的轮胎跟没有变形的轮胎，也就是懒惰轮胎跟勤劳轮胎相较起来，两台车下去跑的时候，它会影响整台车的行驶阻力差到20%到30%。阻力大到20-30%哦，变形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记得常常去车厂看一下你的车子啊，不然很多钱哦。你以为没有修车，但是它都花在你的油钱上。为什么轮胎会之所以这么重要，会影响这么多事情呢？因为轮胎它是整个车子里面最容易变形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唯一和路面直接接触的零件，而且它一直有个外力的干扰，所以它是所有汽车零件在比例上面有着最大变形幅度的零件。我在强调是没有撞击的正常使用情况下，没想过吧？正常来说啦，按照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问题的状态下，没有组装错误啊，没有什么当时的设计错误，其实唯一车子会变形的东西只有轮胎。其实轮子在物理学上，它每转一圈，它都会重新被压住，重新再塑形回去一次。在这个压扁又弹、压扁又弹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会产生热，也就是我们常常在物理学上面所说的功。而这个功其实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多余的能量消耗。这些莫名其妙的消耗的功，它其实就是算一算，就是你一年所浪费的钱跟浪费的油钱了。也就是说，当你每次踩油门的时候，你有30%的能量浪费在这一台懒惰的车上。所以车子技师多重要。汽修科学好之后，你还要有日新月异去累积一些新的资讯跟材料学跟一些就是新的这种技术报告。你就可以不是只有靠时间跟劳力赚钱，难怪叫劳力士。所有劳力士，关心众生事，手永沛大海，心胸如大海。我们称之为这个节能的轮胎跟一般轮胎好了，这节能的轮胎就会帮助你开得比较长。而这个东西要怎么证实呢？你可以先从一个简单的物理学实验来证实。好比说，在所有条件都一样的状况下，只有轮胎的材料不同，我们呢让它同时滚动，你就可以看到，在左边这个滚阻力比较高的，它就会慢慢停下来了。而另外一个呢，则继续在滚动，也就代表说它消耗的阻力是比较小，也就是低滚阻。而低滚阻跟一般的轮胎材料有什么差别呢？材料的差别就是材料差别。我们把一切的因素都拿掉了嘛，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单纯就是没有人脚踩，没有什么经过化油器，然后没有什么引擎，当看这两个材料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材料会影响阻力很多。那所以第二个材料知道的时候，你回到轮胎上。这个时候，你的气压、你的胎纹设计，然后你的胶料，它就会完全影响到你这台车1公升到底能够开多少油。所以老一辈的有没有常常跟你讲，就是啊，记得要常常打气，加油！轮胎打气的时候，其实你会比较省油，这是真的。第二个就是说你的轮胎的胎纹嘛，所以大家应该都有概念，就是哦，雨胎就是开起来的那个耗损比较多，因为它为了要排水嘛。不同的轮胎在不同的轮胎上面本来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油耗，这是很多玩车跟开车还有很多车媒都讲过的常识。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哪一些的轮胎其实可以帮助你省油。所以我现在只要换不一样轮胎，我就可以省钱嘛。照理来说是这样子没错，这个是一个传说。当很多要卖轮胎的人就会告诉你，就说哦，换这个轮胎绝对会省钱。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对一般的小家庭来说，我打开的数据报告看了一看，其实还好。你一年跑多少？1万。我0。你连开都没开，就是我紧绷来说，我一年最多可能开2万多。其实如果按照一年2万多的数据去算的话，它的数据其实不够多，因为它有很多个变动因素。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在2012年，也就是在13年前，欧盟就会有一个规定哦，就是欧盟它要求所有你在欧盟贩售的轮胎都必须符合严格的滚阻标准。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滚动阻力标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就是为了要限制能源的耗损，就白白的浪费。如果你没有做这样子的报告，或者是你没有做这样子的实验呢，你就没办法在欧盟卖轮胎。你看13年前，我竟然倒是上个礼拜我才发现。那这个数据真正换算到价钱还有油耗到底会差多少呢？因为我觉得一般人一年跑2万，这个数据都还算太小。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物流业，或者是你公司每天都有业务，每天要开车的，我们就是有一些车子可能会开到10万公里，或是计程车，或者是那种大车队，台湾大车队，还是说你常常要跑长途的啊，或者是你是一间公司哦，你手下有很多台车车子的保修全部都要你负责的那种，就是把人挖行挖挡的一家那就差非常多。
当时 ARTC 跟欧盟他们所测出来的数据是这样子，他们一样都有滚动滚阻等级嘛，滚阻等级是有分的 A、B、C，C 等级是比较低的，也就是一般，但是它其实也算不错的哦，在欧盟你能够上去卖的人，算是都还不错的轮胎。C 等级的跟 B 等级的就差一个级距，然后做这样比较，平均呢，他们所测出来就是每100公里。会差0.8公升，你知道3公升多少钱吗？30几块吧。100公里其实差很少。台中如果你开到台北，你可能会差了一个鸡腿便当，没那么多，一个鸡翅吧。现在物价比较高一点，所以我说一般人其实听起来真的还好。但如果今天你像是我们的客户，就是像我评估的那些公司，它的一年其实每一台车哦，就长途运输的车子，一年普遍上来说跑个10万都是正常的。好，如果按照10万公里来计算的时候，一年你就会差800公升。你如果细算的话，26000块，大概是2条轮胎的成本。也就是说，一年你等于免费可以换2个轮胎，就是被你这样子开掉。一台车其实一年，你如果只要是车行的那种常常跑的那种，或者是小黄 Uber 这样子，你有换跟没换，你一年就会差2万多块。有感觉了哈。还好你们不是开车的。如果你开车，你已经开超过10年，你就知道你已经烧掉一台劳力士。但是我跟你讲，我们的专业算的东西就不是这个。我刚刚讲的只是燃料的成本，你没有算到 TCO。也就是每一间公司，其实你很重要的就是整体的营运成本。这个整体的营运成本里面包含非常多的项目，好比说你的轮胎如果要换，你车子要修，轮胎变形的，你第一个你是车子停下来了，车子停下来代表什么？你的公司不会赚钱，这个就是磨耗。或者是你开一开，你发现胎压显示器告诉你胎压异常。啊，你又要停在路边，如果停在高速公路更危险，或者是3天2头就需要有人帮你加油打气，加油。所以其实以我们业界的计算，这样子的成本，你还会再多1层。要加上去，这都是你的无形成本。司机停下来，他说：“哦，头哥，我的人啊，我去修理一下啊，我要冲啥？”就他就会有很多理由。只要停下来，你算的并不是只有你停下来休息，没有这个薪水的钱，你还有算说他今天没办法你赚钱的时候，你的营运成本一直在花。这个东西就叫 TCO。虽然说这个时候我们频道的很多观众会想说，我又不是物流业的老板，但是我也不是什么车行打车队的人，就是需要去考虑到这么大金额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你都还是要有一个叫 TCO 的概念，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几个字，叫做总持有成本。好比说买一只劳力士，它总持有成本是高还是低呢？高啊。为什么呢？它很贵啊！你看你到时候戴久了，它如果真进水了，你要去保养，换一个表面就不知道多少钱。你要很小心的戴它，又不能扣到它。那你有没有想过，劳力士的手表？假设今天我买的是一只2手的手表，那我戴了2、3年之后，我再卖掉的时候，我真正可以花掉了折损的钱是多少？但是如果今天我买了一只杂牌的手表，或者是买了一只可能5万、10万的手表，我去2手店卖的时候，我却卖不掉，那到底是成本高还是成本低呢？这就是 TCO 的概念哦，你就可以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常常我们台湾很多企业做不起来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只会单方面思考，就你只会想到说，哦，我现在我就省员工的这笔钱，买这个多少钱？对，另外其实你只花了这一点点的成本，但同事会很开心，你的工作效率变得更高。因为我其实从20几岁我就到处世界各地有工作的经验嘛，然后我身边有很多很厉害的企业大哥老板，我曾经就做过一个我觉得一般的普通老板干不出来的事情，但是我干了，而且其实我的成本更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个同事有一年在买车子的时候，我帮他出了1半的钱？我记得，你还记得？印象蛮深刻的，印象很深刻是不是？你知道我利息算他多少钱吗？就是他跟我借的钱嘛，换他一台新车嘛，几趴？0%。大家一定想说丢高干，为什么你同事买车子，你干嘛老板要借他钱？私人借贷的话不会收利息。重点是什么呢？他那台新车钱有1半的钱是我付的，不用还，疯了对不对？但是你有想过成本持有 TCO， 我这个是一个豪赌。首先我当然是很信任这个人嘛，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帮我们工作这么多年，给他有点好处也不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公司是不是需要很多台货车？假设我们今天5、6个人，我们今天要到屏东拍摄，你觉得开公司的车好，还是开谁的车好，还是开你的车好？开老板的车，开我的车嘛。如果今天我不想开车呢？开公司车，开他的车，他不会有怨言。开过公司车的人，你就知道公司的车多可怕，没有人要顾，因为想说我就开一下，开完之后垃圾丢在上面，然后什么每个车都乱开，我只花了几十万。虽然它不是公司的车，但是我要用的时候，它就变公司车，它就变成公司车，而且我每次开它的时候很干净，还会打蜡。但重点来了，你要问问当事人怎么想。你觉得那台车是谁的车？公司车。你觉得这台车是谁的车？我的车是我的名字，对吧？是他的名字嘛，是他的车嘛。但是我公司需要的时候，我有没有花过1毛钱保养这台车？他换轮胎的时候，他敢不敢跟我要钱？我要用的时候，我就是马上就可以扣他的车来支援。
TCO 啊，变成是其实他也很开心，他花了很少的成本，赶过年开着新车载全家人出去玩。其实我们公司坦白说也没这么常用车啦，也真的很少用到他的车。而且我们讲得很白，就是他离职的时候这车就是你的，你也不用还我的这个钱。所以回到正题，我觉得很多企业或主管或老板，你在花钱的时候，你不要想说我花了多少钱，我得到了什么。有的时候减少风险或更方便的使用，甚至其实你看不到的无形的东西，才能够省下更大的成本，跟帮助你赚到更大的资产。对公司同事来说，有女同事有什么不会坐到很可怕的车子？我们公司用到的车子就干脆就给每个同事，然后我自己一台，然后我那台就是公司车，他的那台有偶尔可以当公司车，然后你的那台也可以当公司车。每个人平常可以开帅车，你们还不需要去省钱买二手车，对不对？剩下都是公司补助。所以回到轮胎上。有的时候你买这个轮胎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轮胎好像很贵。但其实你要想象你在买的时候很贵，但是如果你买到很烂的轮胎或二手轮胎，很糟糕材料的轮胎，它如果让你爆胎一次，它让你路边翻车一次，或者是让下雨天你急刹你没刹住一次，你真正花费的成本其实高到非常多的。而这个东西是大家都是想要去忽略说我不会这么衰啦，然后我不会怎样啦，我不会遇到啦。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会遇到。而且我说的换轮胎这件事情，它是立即见效的。当你换了这种轮胎之后，第一个你的人事费会省，你的工钱进去维修的时间会省，你的油钱会省，救援花的时间会省，保险还会省，而且你的时间也会省，因为你都要处理这么多阿里不扎的事情，你就省下很多时间。那个其实是大家没看到的 TCO 的成本，所以我都一律建议很多东西你不要去看最便宜的，有的时候我会相对你去看贵的，因为看贵的它有的时候能够换来的相对代价其实不一定会比较高。看看我的老意思。最后我们讲了这么多，如果你是一般有在开车的人，或者是你是关注轮胎这个议题的人，你一定会想说，那哪一类的轮胎它属于就是高节能轮胎？这个时候你可以从材料上面去看，就是它如果里面有高含量的二氧化硒这种橡胶配方的轮胎通常它的节能都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它那个欧盟的认证，这个东西我也帮大家查好了，因为那是我另外一间公司的工作嘛，就是我要建议那间公司，就是你的轮胎你可以换什么，所以我们就查了市面上所有的卡客车用的节能轮胎，你知道一样会有 A、B、C 等级，之后才发现 A 等级台湾很少，几乎没什么人在用，但是有 B 等级。那你知道同时拥有 A、B 等级的牌子是谁吗？噔噔噔噔噔噔，杯子不是？你们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 logo吗？一星餐厅。一星餐厅，米其林一星，不愧是一种生活跟工业结合在一起的品牌公司。这真的是我查的，不是我特别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特别帮他打广告，也不是因为我常去吃米其林餐厅，而是我认真查了所有市面上所有进到台湾的轮胎，其实很多，因为第一个没有卖欧盟，也没有经过欧盟的这个检测，所以它在欧盟所有经过欧盟检测。再加上同时你是节能胎，也就是说它不是胡乱换着会省油的轮胎，得到技术报告认证，你真的查得到论文、查得到资料的，那就是米其林这个牌子的轮胎，他们有节能胎，因为它本身就有做节能胎了。但他们又有出新一代嘛，在他们的车测中心里面所算出来的数据呢，他们的滚动阻力又能够比上一代还要低15.5%，整体来说你的 TCO 就能够下降8.3%，8.3%之后算出来，你知道我帮这间公司可以省下多少钱吗？照完数据报告算出来的最低一台车能够1年省6万块，他们公司有10台车。1年省60万，老板又多一只劳力士了。其实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那间公司是怎么工作怎么赚钱。你用原本的人、原本的钱、原本的成本给我，然后我们帮你，不管是组织你的生产线也好，不管是组织你的团队也好，假设我帮你省了60万，对不对？你不用多，你就3%给我就好。你是不是在算3%是多少钱？数学好难哦。当然有一些我会谈的比较高价，有一些比较低。就是如果我今天跟他算个5%，我就赚了3万块。你是老板，你不开心吗？我帮你省了60万，你给了我5万，你会死是不是？我其实真的改的是他整个公司的生产，因为它中间还要出货嘛，还要运送嘛，要车队嘛，我们把它全部一起算。如果你有兴趣，或者是你真的觉得你有这一类的专长你都可以写信到我的公司来应征我的那间公司，很缺人啊。好了，所以说到底，大家都想要能够享受这个汽车的空间，同时又能够花到最少的钱，所以省油这件事呢，就大家的全民运动。那省油的方式有很多种，少开冷气啊，冷气温度不要调太低啊，或者是脚踩小力一点啊，或者是不要3不5时乱踩刹车啊，但是就从来没有人想过换轮胎。而你不要想说只是换个轮胎，它虽然只占整个车队的4%，但是它会影响整个车队营运成本的40%，很惊人。所以我常常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改装第一个改装的东西，轮胎。轮胎它是让你驾驶乐趣、安全还有耗能最重要的首选之一。你就算脚踩到刹车了，但是它没有停下来，也是另外一件事啊。
轮胎很重要，而且更何况哦，你看有一些大车，它不只是4颗轮子哦，它是6个圈哦，8个轮胎哦，还有甚至更多10个轮胎的那种大拖车哦。你看那个一省下来多少钱？我刚刚算的那都只是简单的精算哦，我都还没有算到大项目下你的数据而已。好了，所以这集从小学工业，长大赚大钱，不知道是不是让你开启了更多工业知识的想象，更让你重新了解了 TCO 的专业知识。希望这个概念能够带给你工作上更顺利、更省钱啊，或者是换个轮胎能够帮助你更安全哦。以上就是这一集超人少年。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议题探讨的话，你可以在下面按个喜欢，或者是可以订阅我们频道，甚至加入我们的会员，里面都会有一些隐藏内容，还有一些特殊的活动，跟一些能够让你真的省到钱的60块会员，全台湾最低的团购，每个月都在我们的会员频道发生。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啦，拜拜。没有，我知道大家对会真的很误会，就好像我很挥霍，没有，这是我爸的生日礼物，我爸70岁，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我只是今天拿来炫一下这样子，借贷一下啦。